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六。运动后肌肉酸痛的经验，一定每个人都有。今天我们就来告诉你怎么解决恼人的肌肉酸痛。我对肌肉酸痛印象最深刻是在我国小的时候，我被罚蹲走操场，隔天连上下楼梯都变得极度缓慢，需要搀扶，而且还被同学偷敲我大腿的肌肉。那种痛真的会让人脸扭曲变形耶！在解决运动酸痛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你的酸痛是哪一种类型，才能知道怎么解决。运动造成的肌肉酸痛有两种，一种是急性肌肉酸痛，这是一种在运动当下或者是运动结束后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疼痛。例如你在健身房看到巨巨们他们在做大重量训练的时候，他们在力竭前会发出发自内心的大叫，那就是急性肌肉酸痛，通常在运动结束后就会消失。第一种是运动完隔天才会产生的局部肌肉酸痛感，而且还可能会持续3到5天才会慢慢的消失，这种就是所谓的延迟性酸痛啦。这边我也提供一下延迟性酸痛的一些症状，让大家可以自我检视，辨别看看你究竟是训练后正常的延迟性酸痛，还是你真的因为运动受伤需要去看医生了。第一个症状，肌肉一摸到就痛，或是使用到它们就会痛。比如说你练胸之后，你用手轻掐你腋下这2块肌肉，你就会感觉到，它里面有一点酸酸痛痛的感觉。第二个症状，因为酸痛导致活动度被限制，或者是活动的时候肢体僵硬，像是腿酸到上下楼需要搀扶，这种就是哦。第三个症状，酸痛的肌肉会有肿胀的情形，像是臀大肌在用力的操练过后几天很酸痛，你如果拿筋膜滚轮来做放松的一开始，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肌肉很硬一坨，只要充分的休息，适当的放松，慢慢就会恢复正常了。第4个症状，短时间因为酸痛而影响肌肉力量，像是平常你臀推可以做80公斤，但是因为酸痛你只能做50公斤，就觉得差不多了，这都是正常的。如果是一个天天需要训练的选手，在肌肉酸痛的状态下，也都会选择先降低训练的重量，但是增加组数的做法来应对哦。这时候啊，一定会有人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就是那为什么有时候运动就会有延迟性酸痛，有时候就没有啊？其实延迟性酸痛最常发生在我们尝试新的运动类型、新的训练动作，或者是提高训练强度的时候。那发生延迟性酸痛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疏解疼痛呢？第一个方法，适当的按摩。有研究指出，在运动过后72小时，如果我们帮肌肉按摩的话，可以有效的降低肌肉酸痛的情形。但是每次运动过后要我们找专业的师傅按摩，蛮不切实际的哦。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拿乳液或者是润肤油，在运动过后帮肌肉做马杀鸡，也可以适当的晃动一下肌肉，让它获得更完整的放松。另外，如果你懒得动手帮自己按摩的话，使用筋膜滚轮或者是电动筋膜枪也是很棒的哦。但是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一类的放松辅助器材都不要对着骨头上面做使用哦，它们最适合用在比较大的肌肉上。如果有比较痛的点，也记得先确认不是你的神经或者是韧带受损受伤了再做使用。第二，最舒服的热水疗法，在训练完之后可以冲或是泡个热水澡，除了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对于缓解延迟性肌肉酸痛也是有不错的效果哦。第3个方法，充分的休息。我们每个部位训练完之后，最好都能让它休息48个小时。在肌肉还酸痛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训练其他的部位。如果想看详细的健身计划，可以点这支影片。另外，如果48小时之后你的延迟性酸痛没有完全消失的话，记得你还是可以继续训练它们的哦。第4，安排动态恢复日。对的，酸痛不代表你只能躺着不动哦。利用动态恢复日做一些低强度的运动，像是瑜伽、走路，在不过度刺激肌肉的状况下，可以增加肌肉中血液的流动，这样不仅可以降低酸痛的不适感，还可以帮助缓和身体的发炎现象哦。第5个方法，饮食。我们可以在运动前喝咖啡，运动后喝绿茶、番茄汁、甜菜根果汁，或是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来帮助缓解肌肉酸痛。那因为篇幅的关系啊，我会把饮食的详细资料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需要的可以打开来看看哦。再来，因为每个人对疼痛的忍耐度都不一样，如果你觉得你已经痛到受不了了，那只好使出杀手锏，
请咨询合格的医师或药师，服用不含类固醇的止痛药，帮助你度过延迟性酸痛最严重的那几天。然后大家都听过预防胜于治疗嘛，所以我们只要做好事前的准备，就可以降低肌肉酸痛的程度哦。第一个方法，运动前先暖身。训练前先热身的目的是要让体温提高，让身体整个暖和起来之后，大幅的降低运动伤害发生的机会，还可以增加肌肉的反应力，进而帮助降低肌肉酸痛的程度。第二个方法，运动后伸展。训练后花10到20分钟做伸展运动，除了可以拉长肌肉线条，还可以帮助训练部位在运动过后降低肌肉酸痛的程度。所以健身完千万不要偷懒，花个10几分钟做伸展，还可以加强身体的柔软度跟适应能力哦。第三个方法，实时补充水分。曾经有研究发现啊，如果我们在运动的前、中、后实时补充水分，可以大大的降低肌肉酸痛的程度哦。但是啊，运动前、中、后在做水分补充的时候，千万不要像水牛一样豪饮哦，一定要一次一点，小口小口的慢慢喝哦。第四，循序渐进的增加训练强度。当你想要进阶你的训练内容或是训练强度的时候，一次一点，慢慢的做调整，以每周不超过10%的调幅做准则就可以咯。第五，全身性均衡的训练。在上一次分享打造完整健身计划的影片里面也有提到，我们在规划训练课程的时候，一定要把全身的肌群都安排进去。这不仅仅是为了全身体态的雕塑，更重要的是，如果肌群间肌力失衡，肌肉协调出现问题，是会导致疼痛的。举例来说，我们手臂在做二头弯举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二头肌是主要完成这个动作的肌肉，所以它叫做主动肌。跟它对应的是下面的三头肌，上面二头弯起来的时候，肌肉会缩短，所以跟它对应的三头必须同时放松拉长，才能够完成弯举的这个动作。而三头的角色在这边叫做拮抗肌。其实我们身体的肌肉很多是像这样子成双成对的，但是如果主动肌过强，拮抗肌过弱的情况下，它没有办法跟它抗衡，那就会怎么样呢？肌力失衡除了会感觉到紧绷僵硬之外，还会感觉到酸痛疼痛的哦。好，最后我们就要来破除延迟性酸痛的迷思。很多人觉得肌肉酸痛表示你正在长肌肉，如果肌肉没有酸痛，表示你的训练没有效果。但是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太正确的哦。因为肌肉是可以适应训练的变化的。如果你维持运动习惯一阵子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即使你把重量加大之后，你肌肉酸痛的程度还是会减少许多的哦。但其实肌肉酸痛也是有好处的啦，它虽然不等于正在长肌肉，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却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检视我们训练的时候有没有用到对的肌群发力。举例来说，我们在做卷腹这个动作的时候，如果之后酸痛的不是肚子，而是脖子，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动作发力的肌肉错了，需要再更注意做动作上的调整。好，结束了。记得下次运动过后延迟性酸痛发生的时候，不要再把它当成不运动的借口咯。加油！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点这边订阅我的频道。频道上还有更多健身相关的影片，都可以从这边点进去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